讲起家喻户晓的文学作品，《纳尼亚传奇》绝对是榜上有名。这个系列一共有7本书，作者 C.S. 路易斯花了7年时间写完。迄今为止，这套书的全球销量已经超过了1亿册。这样的成绩足以让任何一个职业作家感到自豪。可是你知道吗？这套畅销书只不过占到 C.S. 路易斯著作的一小部分。生活中的 C.S. 路易斯除了是一名畅销书作者之外，他还是一位杰出的基督教护教家。他最出名的那本《返璞归真》影响了千千万万的人。2013年，一个叫校际基督教联谊会的组织举办了一场淘汰赛，他们要评选出有史以来最好的基督教书籍。入选名单一共有64本书，除了《返璞归真》之外，还有切斯特顿的《永恒之人》，约翰卡尔文的《基督教要义》，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忏悔录，托尔金的《魔戒》，米尔顿的《失乐园》等等。返璞归真轻松地打败了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也击败了彭霍菲尔的《门徒的代价》，只是在决赛中被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淘汰。应该说这样的成绩已经很不错了，输给奥古斯丁怎么看都不算是失败。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位出色的牛津剑桥学者。路易斯前前后后一共写了40多本书，最让他自豪的作品，他的 Magnum Opus， 是他花费了17年时间倾注心血写下的16世纪除戏剧之外的英国文学。为了撰写这本厚达700多页的著作，路易斯读完了所有16世纪的英国文学作品。这种阅读量，这样的学识，在现在看来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一直到现在为止，这本著作在学术界依然算是顶尖的作品。所以你看， C.S. 路易斯作为一名畅销书作家，他的成绩与任何一位顶尖的作家相比毫不逊色。作为基督教护教家，他的作品不但没有像其他许多基督教的护教书籍随着岁月的流逝变得不为人知，反而是越来越得到读者的推崇。而在他自己专门的学术领域里，他做出的成绩也是让人刮目相看。所以路易斯的好朋友欧文·巴菲尔德才会说，有3个 C.S. 路易斯，在这3个领域他都做到了大师级别。路易斯真的是一位大师中的大师。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接下来我会做一系列关于 C.S. 路易斯的著作共读节目。共读也就是和你一起读，我仅仅是作为一名 C.S. 路易斯的爱好者来与您一起分享读书的感受。这当中我也会收集一些英文世界里对他的书的解读评价，和大家一起学习。其实10多年前我就有了这个想法，中文圈里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这样向大家详细介绍 C.S. 路易斯的节目。那在这边套用一句切斯特顿说过的话，如果一件事值得做的话，那么它就值得做错。所以在专家出场之前，请允许我尽我最大的能力来和您分享 C.S. 路易斯这一位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在我们开始一起读他的作品之前，自然要对这位伟大的作家有一个了解。所以今天的这个节目就和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路易斯的生平。C.S. 路易斯1898年出生于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他有一个幸福的童年，父亲家族这边是标准的威尔士人，他们喜欢感情用事，出口成章，动辄血脉奋张，或者柔情似水。而母亲家族这边的人则冷静审慎，尤其善于冷眼旁观。路易斯的父亲阿尔伯特是当地非常知名的律师，他热爱文学，口才也是相当的好。母亲弗罗拉是牧师的女儿，聪慧无比。她也是贝尔法斯特的皇家大学第一批毕业的女大学生，毕业时还获得了逻辑学的甲等荣誉学位和数学的乙等荣誉学位。我们在后面也可以看到，路易斯是一位文学大师，
可惜他只继承了母亲那种审慎的逻辑思维，而数学方面的才能，路易斯则是一丁点儿都没有学到。路易斯只有一个哥哥沃尼，比他大3岁，他们从小就非常亲密，是最好的玩伴，形影不离。贝尔法斯特常年阴雨连绵，小路易斯和哥哥只有待在家里，不能出去玩。他关于童年最早的回忆之一是自己和哥哥从育婴室的窗户望出去，看到附近连绵低矮的群山，他们离得并不远，但是对孩子来说却是触不可及。这些山脉教会了路易斯渴望，这种渴望让他隐隐约约地觉得有一个东西能够给他带来完全的喜悦，可是他又不知道从哪里能够找到这种喜悦。这是一种在灵魂深处挥之不去又无法形容的渴望。在他日后的成长历程里，路易斯不断地与这种渴望擦肩而过，直到最后在基督教信仰里才找到答案。圣徒奥古斯丁在他的忏悔录里准确而且优美地描绘了这种渴望。他说，上帝造我们是为了他自己，我们的心如不安息在他的怀中，便不会安宁。路易斯的父母很喜欢读书，他们家里到处都是书，书房里有，客厅里有，衣帽间里有，卧室里、阁楼里堆的到处都是。这里面有适合孩子的，有不适合孩子的，可以读的，不能读的。总而言之，什么样的书都有，没有什么是他不能看的书。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读书是一种氛围，读书就像呼吸一样自然。然而，幸福并没有这样长久下去。9岁那年，路易斯的母亲不幸因癌症去世。2周之后，丧母的创伤还远远没有平复，路易斯和哥哥就被父亲送上船，横跨爱尔兰海到苏格兰去读书。和温馨的家里相比，学校就像集中营。路易斯就读的第一所学校的校长十分严厉，经常体罚学生。那里无论是学习的环境还是住宿的条件都极其恶劣。校长后来还被诊断出精神失常，最后死在了疯人院。接下来路易斯转到了莫尔文中学，那里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在他的自传《金月》这本书里，路易斯花了整整3章的篇幅来抨击他的学校，他对英国公学教育的憎恨由此可见一斑。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路易斯明确地表现出他的无神论倾向。路易斯在莫尔文学校待了2年，实在是受不了了。他再三恳求父亲不要再送他去学校读书。阿尔伯特想到了自己的老校长科克，科克教过阿尔伯特，也教过路易斯的哥哥沃尼。于是不满16岁的路易斯孤身一人，从贝尔法斯特坐汽船来到英国，转了好几趟火车，住到科克老师家里接受私人辅导。老师在火车站接到他以后，2人一起步行回家。为了打破初次见面的尴尬，路易斯随口说道，萨里的风景比他想象的天然得多。哪里想到科克老师马上大声打断了他。他问，你说的天然到底指的是什么？在这之前，你对萨里的自然情况有什么样的了解？是来自地图，还是照片，还是书本？你如果对萨里的植被和地质情况都不熟悉的话，那萨里的风景比你想象的天然，这句话从何谈起？路易斯一下子被问懵了，他其实就是没话找话，想打破一下尴尬的气氛。哪里知道这个老师一下子就会抓住他的话不放。几个回合下来，路易斯明白了，老师并不是想故意找他茬儿，他就是一个用我们的话来说，一个十分较真的人。科克认为说话的唯一目的是交流和发现真理，除此之外，其他的目的都是荒谬绝伦的。别人随口说出来的一句话，在科克看来都是在邀请他开始批驳。这样的交流方式会让一般人望而却步。
可是对16岁的路易斯来说却恰合他的胃口。用他的话来说，这就是啤酒和牛肉，用咱们的话来说，就是啤酒加炸鸡。路易斯喜欢的谈话只有2类，第一类几乎是纯粹与想象有关的，第二种是纯理性的。他小时候和哥哥在一起玩，用文字用图画搭建出一个个想象中的世界。还有后来他青少年时期结识的朋友，因为同样喜欢北欧神话而成为知己。这就是路易斯讲的与想象力有关的。而纯理性的谈话就是科克老师这样的方式。如果世上有一个人接近逻辑的实体，那么这个人就是科克。他不会跟别人聊天，因为除了用辩证法来和别人交流之外，其他的谈话方式对他来说都是全然陌生的。不管是路上偶遇的邻居，还是来找他妻子打牌的其他老太太，只要和科克一说上话，都难免受到他毫不留情的逻辑反驳。路易斯在科克老师家住了下来，无时不刻地受到这样的思维训练。在他后来的写作里，可以很明显地看到科克老师的痕迹，用词精确，意思清晰，简单明了。科克曾经是一个基督教长老会信徒，然而在路易斯遇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或者更准确地说，他是一个老派严肃而且不带偏见的理性主义者。虽然科克从来没有在路易斯面前攻击过基督教，但是路易斯的无神论观点因为老师的思想风格，因为他的言辞而变得更加坚定。路易斯在科克老师家住了1年半左右，这段日子可谓是他的黄金时期。早上起来用过早饭之后，他就在科克老师的指导下开始自学，读的都是古典文学作品，而且都是原文。就这样不经意之间，他就完全掌握了希腊文、法语、意大利语，再加上他原来在学校里就学得很好的拉丁文。此时的路易斯俨然是一个学霸中的学霸了。到了1916年，一次大战已经进行到一半。路易斯虽然是爱尔兰人，没有义务参军，但是他依然自愿入伍。同时他也报考了牛津大学，而且以优异的成绩被预先录取。这之后不久，他就加入了牛津大学的军官训练团。仅仅6个月之后，他和同伴们抵达了法国，进入阿拉斯附近的英国前线。而这时路易斯还不到19岁。路易斯的自传里很少提到他在战场上的经历，相比他之前用3章的篇幅大张旗鼓地批判自己中学的求学过程，他对一战讲的是少而又少。路易斯的传记作者麦克拉斯说，这很有可能是来自他的自我保护意识。战争经历太过惨烈血腥，于是路易斯刻意地把这一部分的记忆压制下来，所以我们在他的自传中几乎看不到他讲述一战的经历。前线上待了5个月之后，路易斯在一场战役中受伤，被送回英国疗养。出院之后，路易斯退伍，他回到牛津大学继续他的学业。路易斯很早的时候就知道自己除了做一名学者，在大学教书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选项。他和哥哥遗传了父亲的生理缺陷，他的大拇指关节没法弯曲，所以他的动手能力很差，基本上就局限于可以用笔写字、打个领带什么的，其他的工具，不管是棍子也好，枪也好，他怎么学都学不会。不过对一个从小就喜欢读书写字、爱幻想的人来说，这个缺陷丝毫没有妨碍到他的成就。路易斯在牛津拿了2个学位，第一个是哲学学位，但是拿到学位之后他找不到工作，于是后来他又读了一个英国文学学位。本来正常情况是需要3-4年才能够读完的，然而路易斯在1年之内就完成了这个学位，因为所有的必读的文学作品他在10几岁的时候就已经全部读过了。
路易斯在古典学科、人文学科、英国语言文学方面都拿到了1等的成绩。这3个1等的成绩在牛津大学整个历史上都十分罕见，所以称路易斯是学霸中的学霸一点都不过分。一战过后的英国经济十分萧条，尽管路易斯才华卓越，找份工作也很难。毕业之后有2年多的时间，路易斯不断地去申请教职，在等待的过程中，他只有靠给刊物投稿、代课和批考卷来谋生。最后终于在他27岁的那年，牛津大学的莫德林学院正式聘请他为英语专业教师与导师。接下来的35年里，路易斯都在莫德林学校教书。在牛津，路易斯认识了托尔金，他们经常会在一起讨论文学。著名的淡墨会 Inkling 就是这样形成的。这里面固定的成员除了路易斯、托尔金之外，还有查尔斯、威廉姆斯、欧文、巴菲尔德等等。他们每周都会见面，把自己的作品朗读给其他的成员听，其他人也会提出批评意见。路易斯是托尔金的粉丝，恰恰是因为他的热情和鼓励，才让托尔金下定决心写出了《霍比特人》和之后的《魔戒3部曲》。而托尔金也通过这样的密切交流，一步步的让路易斯看到了基督教信仰的真实性。路易斯从小就一直着迷于北欧神话，托尔金告诉他，那种让他如此着迷的神话的品质，那种灵魂深处难以描述的渴望，那种能够给他永恒喜悦的东西，在基督教里真正出现了。前面说过，路易斯只对2类的谈话有兴趣，一类是纯理性的，一类是纯想象性的。上帝就这样2路包抄，在他童年的时候就埋下了种子，让他喜欢上北欧神话。这样子，他体验到那种全身心投入的感觉。换句话说，让他学会崇拜，即使是让他先被带到假神面前学习崇拜。另一方面，又通过他生命中不同的老师，包括他的母亲，包括可可老师，来帮他打下一个扎实的、强大的辩证思维方式。然后在水到渠成之时，通过像托尔金这样虔诚的天主教徒、博学的学者来为他指明，原来他一直渴望、一直崇拜的那个似乎只存在在神话里的东西，在基督教里真真实实的出现了。终于在路易斯33岁那年，在上帝的全面包抄之下，他投降了。他双膝跪地祈祷，承认上帝是上帝。他称自己是那个晚上全英格兰最沮丧、最不情愿的一个皈依者。自那之后，路易斯真正的找到了他人生的方向。他成为基督徒以后，就开始不断的以基督教主题写作。1939年9月，2战开始。英国人对30几年前的一战还记忆犹新。面对德国铺天盖地的轰炸，英国上上下下多少有点人心惶惶。就在这时，英国 BBC 广播公司想推出一个由平信徒来介绍基督教的节目，一方面可以帮助人们在这种危急关头找到精神寄托，另一方面也能够将英国人民团结起来，鼓舞士气。此时，路易斯的基督教方面的写作已经开始流传， BBC 的人找到了路易斯，希望他能够就信仰方面做一系列演讲。于是从1941年的8月一直到1944年的2月，路易斯陆陆续续的一共做了19场现场的演讲，而返璞归真就是将这些演讲集结成册以后的文字版本。在这之后，路易斯开始创作奇幻小说。1950年，他最著名的儿童童话《狮子、女巫与魔衣橱》出版。接下来的6年时间里，路易斯以每年1本的速度写完了整个《纳尼亚传奇》。今天对路易斯的介绍大概就先到这里了。其实关于他的生平故事，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他的妻子，他的朋友们，当然还有他的作品，都有许许多多的话题。路易斯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
他从来不认为自己的作品能够扬名天下。他的写作不是功利性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不得不去挠的痒。这个充满了想象力的文学大师，用他的生花妙笔写下了一个又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向我们勾勒出想象世界里的美妙，让我们把来自灵魂深处的渴望一次次地聚集在童话世界里。他让我们希望真的是有那么一个美好的、圣洁的、永远充满喜乐的世界，然后他再用他强大的说理能力来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确存在，它就在耶稣基督里。最后，请允许我以路易斯打比方的方式来评价他给我的帮助。我觉得读路易斯的作品就像是坐登山缆车，他用那如梦如幻的文字把我们带入缆车车厢，让我们坐在上面感叹这底下风景的美妙，而他那强大的逻辑理性分析就好像支撑着山顶缆车的那一座座铁塔，让我们坐在缆车里欣赏风景时候心里觉得踏实妥帖。他的文字能够让我们超越那似乎深不见底的丛林，让我们不再见木不见林，而是以一种超脱的视角来观看整个世界。路易斯这个通向山顶的缆车，几十年来承载过成千上万的人，他们顺着路易斯的指点，一直朝着山顶前进。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您有什么意见和建议，欢迎您在节目下方留言。我们下次再见。